我感觉我那么聪明的人啊太少了，花小钱办大事。在朋友这里啊，2000块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银元。你这块银元确实是第一次见，光绪16年造，看来这个人是光绪皇帝了。背面是一条飞龙，这如果真能卖几十万的话，你觉得那朋友2000会给你吗？这叫好兄弟拉我一把。最近这一年，我知道他吃香的喝辣的啊，基本都是靠倒卖这些银元古董证件。你这个已有光绪银元啊，属于一招币，这上面带了黑色的包浆，不自然。背面，它这是巴西飞龙的设计，给我的印象就是，你看这锡字太软，我感觉这称不上古董。不过恁朋友的刀磨的挺锋利的呀，2000块钱给你相当于是割韭菜了。老板，你能不能正常说话啊？这些银元啊，可是正儿八经的银啊，我都用光谱仪检测过了，含银量89%。我没否定它不是银的，通过笔面看银色的话，略微发暗，含银量能达到80%之多，但并不是说银的它就是老了呀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吧，我这个朋友承诺过我，如果不是银，他就按100倍赔我的损失。所以说我对这个朋友，还是很放心。你不要在这里混淆概念，恁朋友承诺啊，相当于是没虚。这银元你也检验过了，光谱仪显示含银量为89%，这数据啊很清晰明了。再说银子本身也不贵，才几块钱一颗而已。我们玩银元的目的啊，并不是一味的买它的银价，我们玩的是一个老气儿。也就是说，银元你得包牢包带啊。哎，这他当然没说。不过我联系互联网的老师了，已经估过价了，说100%是清朝发行的，能给我估价70万。咱俩都说好一会儿了，是我没讲清楚，还是你在给我装糊涂啊？你在网上找专家估70万，他会2000块钱赔钱卖给你吗？我没见过拱手让一套房的。第二，专家鉴定了是清朝发行的，这纯粹是在忽悠你。像这种一兆币啊，大多数都是民国铸造的，时间点可是明显对不上啊。哎，清朝和民国也就错了几十年。对呀，时间点对不对上无所谓。只要是银元能值几十万就行。哎呀，只要他不耽误发财也行。兄弟，你这说话做事一点都不严谨，越是专家越不能胡扯。我来跟你说一下为什么不是清朝铸造的。光绪16年，也就是1880几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大清银元还没有开造，常见最多的已有发行的都是那种10文、20文的铜板，铜板啊就相当于是现在的零钱，在当时啊被广泛使用。其实那时候阴阳作样已经流入我国了啊，最后没办法了，才成立了这个造币厂。像最早的23年机器局，那是属于第一批次铸造的龙样。你现在可以看一下那个23年机器局，它铸造的年份1890几年了。而你这个光绪头像，它印在这个银元上更是胡扯了，因为官方发行过的银元，唯一有带皇帝头像的只有四川卢比，卢比啊属于中原，比你这正好轻一半。所以你这个银元是典型的民国时期个人通过想象做出来的一兆币。哎，对，我这个朋友都这样告诉我了，说让我放个几十年以后绝对有大惊喜。真没想到现在都能卖个几十万。便宜点给你吧。你这个银元我还真要不了。从时间点上我知道这一兆币是民国那时候发行的，但是你拿来了却是近代这1-2年内发行的。因为你看这币呢，它这个包浆不牢，这一看就很明显就是做旧上去了。压力刚才我也说了不行，光绪这一面看着还可以，包括背面这锡字太软了。一般像这种近代的真银假币啊，目前也就是一个银价而已，也就100-200块钱吧。你别给我闹了，我好歹2000块钱买的，你给我200块钱肯定不行。人家专家都说70万，这都不带开玩笑的。我没给你开任何玩笑，倒是网上的专家啊，给你报价你得当心了，他们可不是吃素的。你想想，那朋友2000卖给你的东西，他转手给你报70万，目的何在？无非也就是想挣你口袋里边的钱，你可千万别带着银元去找他们，不然这个损失就大了。得了吧，你给我200的选手，还不让我去找专家，我咋去卖钱？去也行，记住一句话，打定价可以，在没卖掉之前啊，千万别给他们钱。哎，这都不用你操心了。好吧。我没有工作，也没有买房，更没有存款，难道就不能找男朋友了吗？这幸好还有一块俺爷留给我的银元，我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我就是把它卖了，去北上广深全款买一间公寓，这也就够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块银元是我爷爷专门给我留下来的传家宝，这是40年前村里的地主专门放的老浆头，当时我爷爷用它
给地主换一套房。正好现在我派上用场了。今天让你便宜捡个漏，看看能给我多少万吧。首先给你纠正一下啊，这个并非是老江头，这是一块原味的8年冤大头。你看壁面非常干净，而且你这个夹合面还带光，状态看起来还不错。40年前能换一套房的话，确实是很超值了。现在在北上广深买一间公寓，估计得好几十万吧。我都问了，广州的最便宜，一间30平的价格在80万左右。你说我虽然没有工作，暂时没买房，也没有存款，难道找对象就不能要求高一些吗？其实女孩子找对象，重点这个提点要求，这都属于正常。年轻人毕竟才毕业，没钱、没房、没工作，并不影响找对象。我爸管的就是宽，说我27岁是属于大龄剩女，找个差不多的结婚就行了。今天见了一个男朋友，就是长得太丑了，非得说我要求太高。其实作为父母啊，在子女的这个终身大事上，也是给你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。只要条件差不多，知道疼你，对于27岁的你来说啊，差不多就可以结婚了。差不多不行，我的择偶标准，第一项必须是五官端正，身高1.75米以上，有工作有房，脾气得好。昨天见的那个对象确实是太丑了，没想到我爸出口伤我。其实父母还是替你挺着急的，有时候外表也不是参考的重点，你私下和父母好好的沟通一下不就行了吗？怎么沟通都不体谅我，我还是卖姻缘，直接去大城市生活吧，眼不见心不烦。逃避啊，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。还有就是，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姻缘上，因为你对姻缘不懂。我先来给你讲一下这个冤大头。冤大头总共发行了4个年份，3、8、9、10，而你的这个是8年，存世量相对而言啊，3、9、10年最多，而这个8年年份最少。40年前它的购买力啊，可以换到农村的房子，实属偶然。80几年那时候，农村具体值多少钱一套房子，换多大平啊，都是未知数。但是你用它现在去买房的话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别说北上广深买个单人公寓，你卖了，你就是在咱这买个单人公寓，这钱也不够啊。我都找专家咨询过了，说目前能卖个100万没问题，你可别在价格上给我胡扯。你找了这个专家应该是在网上，这100万的报价确实有点扯淡了。姻缘能值多少钱，完全看它的板和品相。你这个品相，说实话属于传世美品，壁面无伤无戳，而且你看这个夹合面多少还带点底光。板的话，你这个是属于接上点，一般这个接上点在这个地方看，接上点配的都是实心眼。这个接上点啊，它这个画字啊都是草头画，你包括它这个字体粗细都看着都可以。就你这个正常年份的冤大头市场价1000一样，8年比普通的冤大头略贵个2到3倍吧。所以你这个裸币啊，目前我感觉啊，不过也就4000块钱左右。4000块钱？对，你这个人也太高效了吧？别人报100万，你也不至于报价跑偏那么多吧？你说的很对，这个100万和这个4000价格明显错了很大。一般像这种比较常见的姻缘啊，价格错几百块钱啊，在我们行内啊已经很明显了。这一下子错90多万的话，只能说明我们2个人的报价，其中有一个他是虚的。想着咱都是老乡，钱让你多少赚点，没想到这差距太大了。你这个钱确实挣不了，像这种8年的姻缘，虽说存世量少，但是确实比较常见。建议你啊，多去实体店问问价，千万别上网上那些专家的当。没想到卖姻缘也那么难，比找对象都难。转转吧，转转吧。